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最美丽的10座小镇。有句话说，去过其中3个，算你厉害，全部走遍，实在太幸福了。到底哪些小镇能从繁华的城市与壮丽的山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份梦幻名单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盘点这10座美得令人流连忘返的小镇，每一座都各具特色，故事动人，看看你去过几个。第10名是台东县的关山镇，走进关山，仿佛踏入一幅田园诗画，远方是青翠巍峨的中央山脉，脚下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微风吹拂下，稻浪层层起伏，闪耀金色光辉。清晨时分，薄雾在田野间飘散，露珠映着晨光，宁静而美好。关山镇以全台第一条环镇自行车道闻名，长达10多公里的小径环绕村庄与田埂，骑上单车缓缓前行，左手边是绿油油的稻田，右手边溪水潺潺，耳畔不时传来虫鸣鸟叫与水阵流动的轻盈，整个人仿佛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沿途还有高处的观景凉亭，可俯瞰整个关山平原，棋盘般的农田与纵谷风光尽收眼底。在这里，时间放慢了脚步，傍晚时分，夕阳染红天边，农夫收割归来，炊烟在村落上空袅袅升起。你可以在关山老街找一家小吃店，品尝传承100年的关山便当，尝一口 Q 弹饱满的在地米饭，那是日月精华孕育出的土地滋味。有人说，关山镇没有璀璨的灯火，也没有繁华的商场，但正是这份淳朴，让每一位造访的旅人都舍不得离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学会慢下来，用最简单的方式体验幸福。第9名是彰化县的鹿港镇。鹿港有一府2鹿3猛侠的美誉，亦即清代时期台南府城第1，鹿港第2，大稻埕猛侠第3，可见当年鹿港的繁华程度。走在鹿港老街的石板路上，只见红砖老屋鳞次栉比，木质窗棂雕花精美，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鹿港曾是清朝时全台第2大城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商旅云集，使得文化在此交融沉淀。鹿港龙山寺与天后宫分别供奉佛祖与妈祖，是鹿港的信仰中心，也是台湾现存最精致的传统庙宇建筑之一。走进龙山寺，抬头可见斗拱交叠，彩绘藻井，精巧绝伦，庙城前石雕盘龙活灵活现。难怪有人说，北有大龙洞，南有鹿港龙山，来赞叹它的庄严与美丽。鹿港老街旁的九曲巷狭窄蜿蜒，据说当年为防海风直灌而将巷道设计成曲折9弯，行走其中旁如置身迷宫。老街上还藏着许多有趣的细节，古宅门口的半边井，一半在屋内，一半在屋外，方便邻里共享井水，体现昔日人情味。墙上的空心砖花窗，透过日光洒下斑驳光影，平添历史的韵味。漫步至摸乳巷，窄到2人相向经过，都得侧身而行，不禁莞尔这古巷民的直白风趣。除了古迹，鹿港美食也不容错过。熙来攘往的鹿港老街上，飘散着古早味小吃香气，一口咬下酥脆的虾猴饼、虾仁饼，甜而不腻的凤眼糕，或者来一包酱香十足的牛舌饼，都是记忆中温暖的味道。入夜后的鹿港，有别于白日的热闹，街灯映照下，老屋轮廓更显温柔静谧。难怪歌手罗大佑会在歌曲《持鹿港小镇》的中深情唱道，他怀念的不只是故乡的繁华，更是那淳朴古朴的人情风景。漫漫长夜里，站在龙山寺前静听风铃叮当，你会觉得仿佛听到了历史低语。鹿港用它独有的古意与温度，诉说着时间的故事。第8名是台南市的安平区。安平被称为台湾文明的起点，早在17世纪荷兰殖民时期，就在此筑城贸易，孕育出台湾第一个国际港都。如今走在安平旧街区，依然能感受沧海桑田的变迁与多元文化的交融。最著名的地标是安平古堡，它的前身正是荷兰人建立的热兰遮城遗迹。拾级而上古堡的红砖阶梯，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瞭望塔和残存的城垣，仿佛仍有当年欧洲水手远眺海洋的身影。站在古堡顶端眺望，台江内海的水道蜿蜒入海，夕阳余晖为渔舟渡口镀上一层金色，美不胜收。安平古街上
中西合璧的老建筑含洋行、仓库林立，见证了明郑时期郑成功逐走荷兰人，清领时代新建炮台守护海疆，以至近代繁华商业的兴衰。漫步街头，你会发现一处令人惊艳的所在——安平树屋。这座昔日因商得计洋行的仓库，荒废后被巨大榕树盘根错节的入侵，树干枝叶宛如巨蛇缠绕墙体，屋顶也被绿意覆盖，阳光从枝叶缝隙洒落，尘埃飞舞，置身其中有一种神秘而梦幻的氛围。大自然与人造建筑奇妙地融合为一体。安平带给人的魅力不仅在古迹，更在于市井小吃与渔村风情。走在安平老街，可以品尝到现炸的安平虾卷，金黄酥脆的外皮里包着鲜甜的虾泥，或者来一碗鲜河担仔面，肥美牡蛎配上蒜蓉与香菜，鲜味四溢。安平沿海的盐酥水果也是一绝，将芭乐、爱文、芒果等水果以盐水冰镇，炎炎夏日来一份，清凉又解渴。傍晚时分，不妨前往安平港的堤防边，看渔船归航，晚霞满天，落日徐徐沉入海平面，天空由橘红转为靛蓝，渔火点点开始在港内摇曳，那一刻仿佛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安平是一座让人着迷的地方，你能在古堡遗迹聆听历史的回响，也能在街巷间尝遍人间百味，在古朴与时尚交织的氛围里，体会台南人自豪的那句话：一府二路三猛侠，鹿港、安平这些古城小镇的光彩，直到今天依旧动人心魄。第7名是苗栗县的苑里镇，这座小镇或许没有前几名那么知名，但却是深藏惊喜的地方。苑里地处台湾西海岸中部，一边接壤海洋，一边连接稻田平原，独特的地理孕育出海风、稻禾、蔺草的迷人风貌。传统上，苑里有蔺草之乡的美誉，当地盛产一种名为三角蔺草的植物，可编织草席、草帽。在机器未普及的年代，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蔺草编织，妇女们巧手翻飞，把一条条晒干压扁的蔺草编成结实美观的帽子和席子。全盛时期，苑里的蔺草帽席甚至远销海外，天下路老街上聚集了数十家帽席商号，让小镇成为台湾蔺草工艺的代名词。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塑胶制品取代了传统蔺草，这门手艺一度没落。幸好近年来在地年轻人和文化工作者投入复振蔺草编织，成立了蔺草文化馆和手作坊，不仅保留了老手艺，还开发出草编绅士帽、手工草鞋等创新产品，让苑里草帽重新登上国际舞台。走进苑里蔺草文化馆，一阵淡淡草香扑鼻而来，映入眼帘的是用蔺草编成的各式工艺品，精致的草编灯罩、典雅的草编帽子，甚至还有巨大的艺术装置草帽，引得游客驻足拍照。除了蔺草，苑里的淳朴农村风光也令人难忘。正郊的田野里，每当夏末初秋，农民在稻田里种出彩绘稻田，利用不同品种水稻的叶色绘制出图案，有时是传统花纹，有时是可爱卡通人物，成了广阔田园中的绝美图画。登上观景台俯瞰，翠绿与金黄交织的稻田中，宛如展开一幅巨大的地景艺术，美不胜收。吹着徐徐海风，在远望不远处转动的风力发电风车和蓝色的台湾海峡，大自然与人文在此交汇出独特的风情。漫步苑里老街，踩着百年石板路，两旁矗立着红砖洋楼与和洋折中的老厝，过往的繁华仿佛仍隐约可见。路边的青草茶摊铺，贩卖客家类茶粉的小店，都流露出旧日生活的气息。若是饿了，别忘了尝尝苑里特有的小吃香 Q 的客家板条，咸香可口的炸米糕，在简朴的风味中感受人情温度。夜幕低垂时，苑里的天空繁星点点，视野寂静，只听得远处海潮声声。或许相比其他观光胜地，苑里显得安静而低调，但正因如此，它更适合让人慢下脚步，细细品味。坐在老街路旁木椅上，看着路灯下飞舞的飞蛾与漫天星光，你会体会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感动。这就是苑里小镇独有的魅力。第6名是新北市的淡水区。
淡水位于淡水河出海口，旧时是北台湾门户，如今则是浪漫与历史并存的最美小镇之一。每当夕阳西下，淡水河畔总涌现人潮，为的就是一睹淡水著名的夕照美景。天空被夕阳染成绚烂金红色，河面波光粼粼映射天光，渔船剪影随着潮汐缓缓摇荡，那景象美得让人屏息。许多情侣手牵手站在渔人码头的情人桥上，看着太阳沉入观音山后，许下浪漫的心愿。除了自然风光，淡水拥有丰富的人文底蕴。19世纪中叶，清廷开放淡水为通商口岸，一时间西方传教士、商人云集，使淡水成为中西交流的枢纽。在红毛城 Fort San Domingo， 你可以瞭望淡水河与对岸巴黎，一睹当年西班牙、荷兰相继筑成的据点风华。红毛城古堡以红砖砌成，城墙厚实，绿荫草地衬着青天白云，古典而优雅。城内陈列着旧时英国领事官邸的家具摆设，漫步期间有恍若隔世之感。沿着淡水老街继续探访，你会发现更多老建筑，由加拿大传教士马协创办的淡水礼拜堂和牛津学堂，一座是台湾最早的新教教堂之一，一座是台湾高等教育发源地。红砖洋楼伴随着喷泉庭园，见证了100年前文化荟萃的景象。淡水老街本身就是一条充满情怀的街道，保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与传统市集氛围。走在老街，舌尖与鼻尖都忙个不停，空气中弥漫着淡水特产小吃的香味。这头一大缸阿给正热气蒸腾卤汁，渗入 Q 弹的油豆腐包裹着冬粉，一口咬下鲜甜入味。那头铁蛋堆成小山鸭蛋，反复卤制风干，外表黝黑有弹性，越嚼越香。还有现烤的酥脆鱼酥，血泡式的淡水芋泥，让人目不暇给。街边不时传来流浪歌手轻柔的吉他声，演唱着邓雨贤的淡水暮色老歌，仿佛把人们又带回了那个淡水港口，灯火通明，人力船只穿梭其间的年代。走到淡水河岸，可以看到一尊马协博士的铜像，他眺望着远方，仿佛仍守护着这片他奉献一生服务的土地。附近的真理大学校园里，绿树成荫，洋楼古色，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曾在此取景，也让更多人爱上了淡水的校园风光与人文之美。当夜色笼罩，河岸两旁灯光倒映水中，淡水又展现出另一种温柔风情。和白日的热闹相比，夜晚的老街多了几分静谧，只有灯笼微微摇曳和店家收摊的声响。坐在河畔长椅上吹着海风，看渔火点点，偶尔还能看见远处渔民在暗夜中撒网捕鱼的剪影。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感叹，生活在这样的小镇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淡水的美夹杂着海的浪漫与历史的厚度，无论来多少次都能发现新惊喜。难怪有人说，未到淡水等于没到台湾。淡水小镇以它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无数游人的心。第5名是苗栗县的南庄乡，隐身于山林间的南庄，有着小桥流水人家般的恬静与温馨，被誉为客家山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一走进南庄老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永昌宫前的石板道和老邮局，街道两旁多为日治时期重建的2层木造建筑，斑驳的外墙和复古的招牌透露出浓浓怀旧风情。南庄最有名的是那条桂花巷，入口处牌楼上刻着桂花巷3字，一进小巷仿佛就能闻到甜甜的桂花香气。相传早年此地桂花树成林，每到秋天满巷飘香，因此得名。如今巷内开满了特色小店，主题紧扣桂花与客家文化。走在桂花巷中，整条街弥漫着各式食物香味和桂花酿的甜香，香气交织萦绕，令人垂涎。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到桂花酿蛋卷、桂花冰镇汤圆等特产。酥脆的蛋卷夹着香浓桂花馅，甜而不腻，冰凉 Q 弹的汤圆浸在桂花蜜酿汤之中，一口咬下，满是桂花清香与红豆的绵密。除了桂花，南庄还是客家美食的天堂。老街上的摊贩售卖着猪肉馅的板条、客家小炒、擂茶等传统美味，不时可以听见摊主用客家话招呼客人，体现出浓厚的客家文化氛围。
南庄乡四面环山，风景秀丽，每年4、5月更是热闹非凡。因为那时正值油桐花季，南庄素有赏桐圣地之称。驱车往山区而去，只见山路两旁密布着成片的油桐树，花开时洁白似雪，纷纷扬扬飘落，有5月雪的美名。游客们漫步在步道上，头顶树梢洋洋洒洒落下桐花雨，脚下小径铺满白色花瓣，仿佛走进浪漫的童话场景。康济吊桥是南庄另一景点，横跨在清澈的中港溪上，走上木板吊桥，微微晃动中可以俯瞰溪谷清脆，河水潺潺流过圆润的石头，桥畔枫树、苦楝与竹林摇曳生姿。站在桥中央远眺南庄老街的屋瓦与背后青山相映成趣，仿佛山水画卷展开。南庄曾因煤矿开采而繁华一时，后来矿区没落，小镇恢复了宁静。现在人们来到这里，为的是找寻那一份远离尘嚣的闲适，住上一晚小镇民宿。清晨被鸟鸣和炊烟唤醒，推窗可见山岚缭绕。黄昏时分漫步河畔，看夕阳把群山剪影镀成金边。夜里远离城市光害的南庄繁星满天，连银河都隐约可见。如果你累了倦了，不妨来南庄走走，泡一碗香浓的擂茶，坐在老屋前细数流萤飞舞，与3、5好友天南地北地聊，或什么也不做，只听风看星。这座小镇以它独特的慢活步调和满城桂花香，温柔地疗愈每一个来访者的心灵。第4名是新北市的九份。九份可说是台湾小镇里的传奇，它曾因金矿繁荣，又随矿脉枯竭而沉寂，后来因电影和旅游业再度名扬国际。这座山城依山傍海，房舍顺着陡峭的山势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的街道和石阶将整个小镇串联起来。还未踏入九份老街，远远便可望见山腰间点点红色灯笼高高挂，夜幕降临时如繁星般照亮山城，迷离又梦幻。许多人初见九份，便联想到宫崎骏动画《神隐少女》中的汤屋场景，昏黄灯火、蜿蜒石板路、热闹小吃摊，确实让人有置身奇幻世界的错觉。走进基山街九份老街，狭窄的街巷挤满了络绎不绝的游人和琳琅满目的摊贩店铺，街道两旁店家叫卖声不绝于耳，传统与创意美食交织的香气扑面而来。你可以买一碗热腾腾的芋圆，Q 弹芋圆配上红豆、绿豆和错冰，在山城微凉的空气中品尝别有一番风味。或来一份花生卷冰淇淋，将香浓的花生糖粉包裹着冰淇淋和盐水，一口下去冰火交融，香甜爽口。小小的茶坊、咖啡馆隐藏在巷弄中，有的可以眺望太平洋的无敌海景，坐在木质阳台上，一边啜饮茶香，一边看海天相接，仿佛整个人都漂浮起来。九份的树崎路是另一条著名石阶老街，100多阶的石梯，两旁布满茶馆和纪念品店。其中一间阿妹茶楼因为常年挂满灯笼，又有传统闽南建筑风格，成为九份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之一。许多观光客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在这里拍张照片，记录下犹如电影场景的画面。其实九份不仅有观光热闹的一面，它也蕴藏着许多文化和故事等待发掘。你可以到九份金矿博物馆看看早年矿工的采矿隧道遗址，了解日治时期金瓜石和九份的采金历史，或者拜访生平戏院。这座日治时代的老电影院见证了小镇的光影岁月。如今虽不再上映新片，但走进斑驳的放映厅，老电影海报、传统折椅和手写布告都让人恍惚回到半个多世纪前。从戏院出来，若是天气晴好，可以顺着指标漫步到观景平台，那里视野极佳，白天可远眺蔚蓝的东海，基隆屿剪影浮在海面，夜晚则欣赏山城灯火点点如繁星坠落人间，令人屏息。九份因观光而繁盛，也因过度观光而面临挑战。节假日时，游客如织，小小山城几乎被挤得水泄不通。有人戏称在九份老街只能团团转，但即便如此，九份依然有无可取代的魅力，那是任何仿造的山城老街都学不来的独特氛围。尤其当夜深游客散去，漫山灯火渐次熄灭，只剩下几盏通宵的红灯笼在风中摇晃，
山间雾气升腾缭绕，九份瞬间恢复了往日的幽静。你或许会听见远处传来猫头鹰的鸣叫，或是老房子木板缓慢收缩的吱呀声。此时走在空无一人的石阶上，感受浓浓夜色与悠悠古镇气息交织，仿佛时光倒流。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座山中小镇能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九份的美，不仅在白日的繁华，更在夜深人静时直击人心的那一抹柔情与神秘。第3名是新竹县的北埔镇。北埔位于新竹丘陵地带，是一座充满客家风情与历史故事的小镇。虽然规模不大，却有小而富美之称，因为在短短几条街的老聚落内，密集分布着多处古迹与百年建筑。走进北埔老街，仿佛进入时光隧道，青石板路蜿蜒，两旁是低矮的闽南与客家传统平房，红砖墙上长着爬墙虎，木质窗棂透着岁月光泽。老街路口处矗立着一座气派的牌楼，这是当年显赫的金广福公馆遗址。金广福公馆建立于清道光年间，为拓垦北埔的客家巨子江阿兴等人所建，是当时的商业与权力中心。虽然大宅门如今仅存部分结构，但依然可从高耸的门楼、宽敞的院落遥想当年商贾云集的盛况。沿着老街深入，便来到北埔聚落的核心，一座气宇不凡的传统三合院天水堂。这是江氏家族的祖居，建于清朝咸丰年间，红砖砌墙，木门圆拱，保存极为完好。天水堂乃2进6户龙格局，象征古代家族辈分森严、理序分明的建筑理念。院内天井洒满日光，四周厢房曾是族人起居之所，漫步其中，仿佛听见昔日小孩嬉戏、妇人捣米的声音回响。特别有趣的是天水堂旁的水井巷，因为天水堂边上有一口老水井而得名。这口井至今清冽见底，据传曾滋养过几代北埔居民的生活。紧邻天水堂的是慈天宫，北埔信仰中心之一，庙宇坐西朝东，中轴线与天水堂遥遥相对。慈天宫香火鼎盛，雕梁画栋，充满艺术价值。据说建庙时还特别考虑风水，与整个聚落格局相辅相成。老街短短不到200公尺，却藏着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古迹群，包括前述的金广福、天水堂、慈天宫，还有江阿新洋楼、中树堂等众多历史建筑。因此走在北埔，处处有惊喜。欣赏完建筑之美，你还可以亲身体验客家文化带来的味蕾享受。在老街上，不妨走进一间擂茶店，亲手体验制作客家擂茶。店家会端上来一套碗杵，碗里有草香的芝麻、花生、绿茶叶和各式谷物。你需要拿着木杵在碗中不停研磨，直到将所有食材碾碎混合，倒入热开水冲泡，就成了一碗香气浓郁的擂茶。轻抿一口，茶汤带有米香、坚果香和清新的茶香，营养满分又回味无穷。北埔的客家美食同样令人垂涎，客家板条、福菜咸猪肉、姜丝炒大肠等道地料理在这里都吃得到。如果有机会造访，每年春天还能赶上北埔菜埔节，体验传统晒萝卜干的乐趣，或在夏初参加北埔花海节，看油桐花与向日葵将山野点缀的五彩缤纷。逛累了，可以到老邮局前的石阶坐下，喝杯擂茶配一块传统绿豆糕，看着本地的阿公阿婆用客语闲话家常，一派悠然自得。北埔虽小，却处处有故事，有惊喜。离开前别忘了带上一包东方美人茶或功夫红茶，这可是北埔一带茶山的骄傲，曾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当你在城市某个午后泡上一壶北埔好茶，茶香氤氲中，仿佛又回到那条古色古香的老街，感受时光慢转的美好。第2名是新北市的三峡区。三峡古称三角涌，因为有3条河川在此交汇汇流，这里自古即为物资集散的市集重镇，孕育出丰富的历史与艺术文化。如今的三峡被誉为冉冉之乡与艺术小镇，老街庙宇交相辉映出独特韵味。来到三峡必访的景点之一便是著名的三峡老街。老街全长数百公尺，沿街建筑为红砖砌造的骑楼拱廊，一栋栋巴洛克风格洋楼立面精致优雅，柱头山墙上雕刻着藤蔓花草与人物浮雕。
展现出日治时期富商们对美学的讲究。漫步其间，头顶是连绵的拱廊，脚下是六角砖铺路，古老的街灯垂挂骑楼，在光影斑驳中仿佛时代变换。我们缓步走到老街尽头，只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迎面而立，那就是远近驰名的清水祖师庙。三峡祖师庙创建于清朝中叶，历经多次重修，现今所见为20世纪中叶由艺术大师李梅树主持重建的样貌。走进祖师庙，顿时被其富丽堂皇的艺术氛围所震撼。大殿屋顶的交趾陶与剪帘栩栩如生，龙柱、石狮经名匠巧手雕琢，显得威严生动。而最令人赞叹的是庙内墙上的大型彩绘壁画和木雕良方，那是李梅树大师融合中西绘画技法的杰作。他将西洋绘画的透视与光影巧妙结合传统宗教题材，因此你会发现祖师庙两侧回廊的壁画不仅色彩丰富，人物还带有写实的明暗立体感，活灵活现，仿佛要从墙中走出一般。整座庙宇可说是台湾传统建筑与艺术的一颗明珠，连对宗教不感兴趣的游客也常常在此驻足良久，沉醉于雕梁画栋之美。除了祖师庙，老街上的三峡历史文物馆和李梅树纪念馆也值得一访，可以更深入了解这座小镇的人文底蕴。除了历史建筑，三峡另一项文化瑰宝便是兰兰。早年三峡种植大量的马兰植物，加上河水水质良好，非常适合染布产业发展。在鼎盛时期，三峡的染坊林立，生产的靛蓝染布畅销全台，甚至外销海外。染文化深深烙印在小镇生活中。时至今日，传统染布业虽不再繁盛，但三峡人努力保存这项技艺，让染转型成为文创特色。老街旁的三峡染坊是一座古色古香的2层楼红砖老屋，里头展示着染的历史与流程，墙上挂满各种靛蓝色染布作品，从衣衫到手帕、桌巾，每一件都是手工染制而成，花纹独一无二。游客还可以参加染 DIY 体验，在老师指导下亲手折叠、绑扎白色棉布，进入深蓝的染缸中再摊开晾干，最后带走专属自己的染作品。一双沾满蓝色染液的手，既是纪念品也是勋章，见证了你亲身感受这传统工艺的难忘过程。逛完老街，如果肚子咕噜叫，不妨尝尝三峡的美食。最出名的莫过于金牛角面包，一种形似牛角的可颂面包，表面酥脆，内里松软，有甜咸多种口味。每到假日总是大排长龙，只为买到刚出炉的新鲜滋味。还有老街豆花、芋头酥等在地点心，亦是不容错过的美味。吃饱后可以到附近的长福桥走走，这座百年石桥横跨三峡河，桥畔柳树成荫，是欣赏河岸风光的好地方。白日里三峡古朴热闹，而入夜后游客散去，小镇又归于静谧。你可以独自漫步在昏黄路灯下的老街，听自己的脚步回响在拱廊间，感受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安宁。一阵晚风拂过，带来淡淡的香气。原来不远处有人家在庭院里晾晒刚染好的蓝布，夜色中蓝白相间的图案随风飘扬，为三峡的夜晚增添了一抹诗意。这就是三峡，一座能让人一见倾心，再访仍惊艳的艺文小镇。第一名是台东县的池上乡，池上人荣登榜首，很多去过的人都点头称是。这里的美纯净得令人心醉，仿佛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池上位于花东纵谷腹地，被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环抱着，是一片富饶的谷地盆地。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灌溉条件，池上盛产全台闻名的池上米，有米香之称。每年5至6月间，稻穗成熟时，千顷稻田一片金黄，微风拂过时，宛如金色海浪翻涌，壮丽的景象常吸引摄影师争相捕捉。池上乡最有名的莫过于一条伯朗大道，这是一条笔直延伸在稻田间的乡间道路，因某咖啡广告在此取景而得名。如今伯朗大道成了网红级景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只为亲眼看看那条田野中直通天际的道路。一头是巨大的画框装置艺术，许多游客喜欢站在画框里留影，把自己当作风景的一部分。
另一头则连接着传说中的金城武树。这棵树其实是一棵茄冬树，因知名影星金城武曾在此树下拍摄饮料广告而爆红，被当地人幽默地以他的名字命名。树木独立于稻田中央，背后是层叠起伏的青山，周围视野极其开阔。春夏之交，田里稻苗翠绿，树下野花摇曳，远处偶有白鹭翩然飞起。秋收时节，树周围是一片灿烂金黄，落日余晖下，整个画面美得仿佛不真实。许多游客会学着广告中金城武的样子，在树下静坐沉思或合影留念。风吹过时，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池上的故事，一个关于岁月静好的故事。除了金城武树，伯朗大道周边还有天堂路、月牙秋千等景点，都是让游人拍照拍到停不下来的存在。所谓天堂路，是一段优美的 S 型田间小路，从高空看宛如通往天际。步行其上，两侧皆是田园美景，让人仿佛走在天堂一般。有创意的农民还在田边架起秋千供人荡漾，坐上去背后即是广袤稻田和天际线，仿佛荡进画卷中，因此名为天堂秋千。徜徉在池上的田野，你会发现这里最诱人之处在于它让人好好的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没有繁忙行程，没有压力冲突，有的只是大自然丰饶的恩赐。在蓝天下骑着单车，随心踩进窄窄的埂间小路，找一处安静的田埂坐下，看云卷云舒，听远山风吟。或许什么也不做，发一会儿呆，都成了难得的享受。清晨时分，若运气好，赶上县政府举办的稻田晨跑或热气球嘉年华，更可体验到与天地共舞的喜悦。夜晚仰望星空，池上由于远离光害，满天繁星璀璨，银河横跨天际，让人惊叹宇宙的壮丽。在池上，连食物都是特别香甜的。最有名的池上饭包、池上便当，简单却令人回味无穷。用当地新鲜收割的米饭蒸熟铺底，配上卤蛋、猪排、豆干、高丽菜等等朴实配菜，每一口都吃得到米饭的清香 Q 弹。池上车站旁的饭包文化故事馆记录了这份美味的历史。从早年铁路还未电气化时，池上妇女在火车短暂停靠时携着扁担兜售饭包，到如今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饭包早已超越果腹的意义，更代表了一种土地与人情的连结。若有兴致，你也可以到大坡池畔走走。这座天然湖泊四周有木栈道环绕，是观鸟胜地。清晨的薄雾在湖面漂浮，白鹭丝立在水中央的枯枝上静候鱼虾，小小涟漪荡漾开去，仿佛水墨画一般诗情画意。无论是田园风光还是人文情怀，池上都以最纯粹的样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里，你可以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人与土地共生共息。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旅人放慢脚步，感受四季流转。春天油菜花金黄灿烂，夏天稻田绿波荡漾，秋天稻穗饱满如黄金，冬天采收后的田野静谧广阔。池上之美，美在自然无雕饰，美在淳朴无杂质，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找回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与感动。难怪有人说没来过池上，别说你真正认识台湾。作为台湾最美的小镇冠军，池上实至名归。看完这10个美丽的小镇，你是否也心动了呢？它们有的坐落山林，有的滨海临湖，有的古色古香，有的自然纯净，但共同点是都各自保存了一方独特的风情。或许繁华都市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抚慰人心的常常是这些散落各地的迷人小镇。在这里，时间变慢，故事变多，幸福也变得触手可及。去过其中3个，就足以称赞你是深度旅游的行家。而若是全数踏遍，那无疑是人生一大幸事。但即便你一个都没去过也没关系，现在就是开始计划的最好时刻。挑一个周末，选一个让你最向往的小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踩着单车漫游稻田，漫步老街，寻找美食，坐在庙城发发呆，和在地人聊聊家常。这些微小的体验正是旅行最珍贵的收获。相信当你亲身走过这些小镇再回首时，
你会发现台湾之美不仅在壮丽山河，更在于这一个个如珍珠般散落的绝美小镇。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把这10个小镇全都踩在足迹里，成为那个全部去过实在太幸福的人。在探索的路上，每一段旅程都是幸福的篇章，等待我们亲自谱写。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们下次旅途见，去创造更多属于自己的难忘回忆吧。